日本煎和牛。这个人流比昨晚要多了1倍都不止啊！3、2、1、0。这人山人海的场面跟我们。ゆっくりと前にお進みください。京都的紫园祭是日本3大祭之一。那么紫园祭的高潮就是山坡巡行，但在山坡巡行的前几晚，京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萧山。这几天的晚上，一座座山坡停留在京都街头，点亮提灯，紫园祭的音乐此起彼伏，当地人穿着浴衣走上街头。如果说山坡巡行是紫园祭最壮观的一刻，那么萧山更像是京都人和这座城市一起迎接祭典的夜晚。这个是函谷柏，看穿着这个浴衣的男子已经坐到山坡上面了，好高呢！这得有这个几十米高了。关于紫园祭和山坡巡行的历史起源以及它背后的文化内涵，我已经在上一集做过介绍，本集就不再重复。相比历史本身，在这一集影片中，我更想和大家走进萧山的街头，逛逛日本的传统夜市，看看这里有哪些特别的美食和民俗表演，也看看当地人究竟是怎样度过这个1年1度的盛大节日的。这条路呢，平时的话是这个车水马龙的，今天就封路了，分成了双向的一个人行道。那么我们一路往前走，都会看到各家的一个山坡。这个山坡上装饰的一些美术呢，跟前面的也不一样啊。据说这些美术作品呢，多的有几百年历史了，是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啊，对于这个社区来说。这个山坡呢，它分布在各个社区，可能最主要的一个路口啊。每个地方，但凡有山坡的地方，都是人挤人的哈。也许在平日这条4条通的主干道啊，并没有很特别吃醋，但是因为今天停满了这个各式不一的山坡，所以这条街就成了一个露天博物馆了哈。之所以说萧山期间的京都街头就像一座露天博物馆，或者说一座美术馆，是因为这一座山坡本身就是日本传统工艺的集合。山坡上装饰着精美的织物、刺绣、木雕、金属工艺和锡工，它们有的拥有数百年的历史，凝聚着京都历代工匠的技艺和审美。平时这些珍贵的装饰被妥善保存，而到了紫园祭，它们被重新装饰在山坡之上，走进京都的街头，让原本收藏于厅家和会所里的传统艺术真正的为人们所见。
所以呢，萧山的京都不只是一个热闹的节日现场，也像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。这座山坡叫四条伞坡，这个叫螳螂山。在京都紫园记的萧山之夜，我慢慢意识到，逛萧山的乐趣并不只是看热闹。京都不同的町，也就是京都不同的社区，各自维护着不同的山泊。20多座山泊有各自的历史故事和装饰风格，沿着街道一座一座看过去，会发现它们没有哪一座是完全相同的。欣赏这些不同的山泊，就是萧山之夜于我而言的乐趣所在。而且呢，在萧山之夜能看到许多日本男女穿着浴衣和传统的服饰，这也挺有意思的。好像呢，一边能看到日本古老的民俗，一边呢又能看到今天人生活在京都的人的一些生活方式。每一个町啊，也就是每一个山泊附近都有一些这个摊子，摊子上售卖各自山坡的一个纪念品啊。它的一个，你看这个山坡就蛮有特点的。香蕉裹上巧克力酱，500元一个。章鱼烧啊，6个一盒。好，在奥利奥上面放一个冰淇淋，再撒一些奥利奥粉，600日元一份。这里。
这是牛舌串吗？我看每个摊位都要排一段时间才能等得到啊！你看这个排到外面那么远。来年もじゃあ。三博联合会。这个小帅哥举着左侧通行的牌子，你看这里有10几名工作人员，就是专门做垃圾分类回收的哈。塑料瓶归塑料瓶，垃圾归垃圾，分得很细啊。你像筷子是专门一袋，然后塑料瓶是专门一袋。萧山之夜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挺深的。这人潮最密集的街道旁，主办方专门划出一片区域，设置了集中垃圾回收点。现场呢有10多名工作人员负责引导和分类，提醒人们将不同的垃圾投进到相应的回收桶。这个人流比昨晚要多了1倍都不止啊！像这个月博就显得很有气势，因为它很高啊。
说法在中国挺流行，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日本，或者说明天的中国就是今天的日本。比如说在日本，这个人口老龄化，然后呢少子化，结婚率越来越低，还有呢整个社会越来越孤独啊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一个人的生活。这种变化呢，在今天的日本已经持续很多年了，而在中国呢，这种趋势呢也不断的加强。所以呢，我在京都的街头啊，除了看纸鸢记啊、民俗啊，品尝日本地道的美食啊，我也观察一个一个的普通人啊，不由得就想到啊，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老，越来越少的人结婚生孩子，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一个人生活，那么这种传统节日会不会反而变得更加的重要呢？因为至少在这样的夜晚，人们还会走出家门，穿上传统的服饰，与陌生人一起挤在街头，吃一点东西，看一点民俗。前面就是长岛博。眼前的长岛博是这几十座山博里面的超级明星啊，因为他将在后天的京都巡行里面打头阵，走在最前面。他是唯一有真人智子乘坐的一个山博。所谓智子就是神的使者，因为有神的使者剪掉结连绳以后，这个人界跟神界才打通了，然后神就降临到这个京都，为老百姓祈福巡行。在日本的服务业有很多外国的务工人。在日本，哪怕你买那种只有几%酒精度的果汁啊，这个售货员都会让你在电脑上确认已经满20岁了，就很严谨。这个山博距离4条通主干道大概500米。在这个社区2个红灯笼上写着宝昌山。像这个山博就不像刚才那么受人群簇拥了，因为它在一个社区的小巷子里。这个看上去相当的这个简朴吧，走到这里，我才发现纸鸢记有意思的地方，可能还不仅仅是那些壮观的、出名的山博，因为这些山博并不是摆放在京都某一个统一的广场上，而是分散在一个一个真实的社区里。也就是说，纸鸢记并不是一场单独供游客观看的表演，它本身就是京都社区生活的一部分。那么这些山博属于一个一个京都的町，也就是社区，而维护他们的也就是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里的人。所以某种程度上，纸鸢记呢好像打开了一个窗口啊，能够看到这里当地人的一种生活。这条巷子就没看到山博了，我们换一个巷子看。酸梅汤、冬瓜茶。这个炒面600日元，大概30多块钱。一根黄瓜
400日元，大概20多块钱一根哦，我的天！这一串的这个菠萝啊，卖400日元，大概20多块钱。我的天啊！一个烤玉米600日元，相当于30多块钱一个，太夸张了。你看这一根签只插着大概1/6或者1/5个菠萝吧，就卖500日元，相当于接近30元啊，27、8元，30块钱吃这一小块菠萝的哈，一根一根吃菠萝。在国内可能被惯坏了，就3、4块钱、4、5块钱就一个菠萝了，而且非常好吃，很甜的。我驻足在卖菠萝的地方待了一会儿，就我想到中国好像说真的没有见过菠萝是这么卖的，都是成个卖，甚至是几个打包了卖，价格还特便宜。我记得上一次吃菠萝大概是在云南弥勒参观完东风运以后，回去路上街边买了一个菠萝，好像是5元吧，超级甜，特好吃。所以呢，在日本的萧山之夜的夜市里面看到卖黄瓜、菠萝、玉米，就有一种挺新奇的体验的。价格贵是一方面，更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售卖方式。菠萝被切成1/5、1/4块来卖，黄瓜呢则是一根一根的卖。这些在我印象中再普通不过的水果，到了日本的祭典夜市里，好像突然就变得金贵起来。很多人说到日本，觉得这是一个发达国家，生活水平高。所以呢，没来到日本之前呢，我其实也或多或少带了一点点的滤镜，觉得这里可能车住行啊，比我想象中要更加富足跟精致。当我在京都的夜市看到这些普通的食物啊，就是会被精细的分成小份来售卖，价格还不便宜，就有一瞬间觉得日本好像也不是很富有啊，还挺匮乏的。特别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常年累月在中国不同的地方旅行，看到中国物产之丰富，就更会有这种感觉。当然这背后呢也是有现实的一个限制啊，日本是一个面积并不算大的岛国，可供农业生产的土地有限，而且很多食材呢也依赖进口。坦白说，我是不太愿意花20-30元买一小片那个菠萝的。我也很好奇啊，不同地方的朋友看到这个价格会是什么感觉？如果你来自台湾、香港或者东南亚，也可以告诉我你所在的地方一块这样的菠萝大概卖多少钱。这是烤和牛，一份要2000日元啊，一份2000日元相当于100多块钱。在日本的无论是美食街还是夜市摊哈，经常能看到煎和牛。简单来说，所谓的和牛就是指日本经过严格品种和血统管理的牛肉。我们常听说过的神户牛、近江牛呢，也属于日本著名的和牛品牌。和普通的牛肉相比，和牛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肉里面有很多细小的脂肪，这些脂肪均匀地分布在牛肉里。煎热以后呢，这些脂肪慢慢的融化，表面呢慢慢变色，牛油的香味呢也跟着出来了。牛肉呢就会变得特别香，口感呢也更加的柔软。所以吃和牛很多时候不需要太复杂的调味。当然了，真正高级的和牛价格可能比这份2000日元的还要更贵。它撒了一些特制的酱料，黑胡椒之类的哈。这个酱是黑胡椒酱，但是有点咸哎。它这个和牛的话，它没有煎得特别老，它还挺嫩的。它这个煎的大概是7分熟吧，这个酱汁有点香。一个烤玉米，我刚才看600日元，相当于30多块钱。我突然就觉得还是在国内生活真的挺好的，物价不算太高啊，生活也挺便利的。
国内的便利啊，有时候你真的只有出国有对比才能发现。像大阪的平均薪资是30万日元左右，也就是2万块钱左右吧。月薪1万5、2万人民币，在日本也没那么香啊，够吃喝住行，可能也存不上什么钱。我发现日本吃的还挺咸的，像我那天吃一份那个拉面，哇，那个汤水我都没法喝，就是太咸了。垃圾都有那么多个分类，一杯鸡尾酒700日元，一个这种蛋饼400日元，20多块钱，就相当于越南的这个米皮上撒了一些类似于爆米花的哈，再放一个煎鸡蛋，再放一些沙拉酱。烤火腿肠一根是400日元。肉卷，一份有3个。肉卷一个400日元，3个是1000日元。沙拉酱、葱花。工作人员在给这个山伯披上雨披，这个山伯就相当的，比较小啊。一个人在异国他乡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京都市最有名的一个美食街吧，供应有各种日本地道的一个小吃食品。锦市场大约有400年的历史，只有400米左右，却挤着130多家店铺。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，叫做京都的厨房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这里卖的并不是面向游客的一些美食小吃，而是鱼、蔬菜、腌菜以及各种京都料理需要用到的食材。换句话说，过去的京都人想吃什么，可能就会来这里买。锦市场和鱼的关系尤其深，到了江户时代初期，这里逐渐发展成了京都重要的鱼类交易场所。当然了，400多年过去了，锦市场呢早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今天这里依然能看到鱼店、蔬菜店，还有很多京都传统的食材。但与此同时呢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专门面向游客的小吃甜品和各种边走边吃的美食。所以当我真正走进这里，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啊：现在的锦市场究竟还是京都人的厨房，还是已经变成了一条属于游客的美食街呢？我开始慢慢的逛这一条有400米长的街道。这条街全是卖吃的，那个小摊啊，还挺有那个市井的烟火的气息的，不是那种很高大上的一些餐厅啊。你看那些阿婆阿叔们在忙活着。有锡纸包的红薯，100克390日元。这红薯好大呀，一个的话都接近1公斤。这是样品的鱼子酱、鸡肉、炭烤鳗鱼，一串700日元，一串有2片。
腌黄瓜和柠檬，一份324日元。后来我才了解到，在日本啊，眼前这些商品叫制物，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日本传统的腌制食品。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呢，人们想把蔬菜保存得更久，就会想各种办法，加盐、米糠、醋，或者让食材自然发酵。慢慢的呢，这些原本只是为了保存食物的方法，就变成了一种饮食文化。那么说到日本制物的历史呢，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，而京都呢，因为地处内陆，过去不像沿海地区那样容易获得新鲜的海产，所以很早呢就发展出了以蔬菜、干物和保存食品为基础的饮食方式。而京都本身呢又有特别丰富的蔬菜，于是人们就开始琢磨一件事情：怎么才能把这些当季的蔬菜保存下来，而且还能变得更好吃？时间久了，制物就不再只是普通的腌菜，而是慢慢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精致物。我在京都酒店的早晚餐也都提供这种小份的制物啊。通常呢，它不是什么主菜，可能就是一碗米饭啊，一碗味噌汤，再配上一小碟制物。有人说，精致物保存的可能不只是蔬菜，还保存着过去京都人的生活方式，珍惜当季的食材，不浪费吃不完的东西，把简单的食物交给时间，最后一顿饭的一步。一片牛排4530日元。玉米天妇罗500日元，还有这个芦笋培根天妇罗，这边虾天妇罗，还有扇贝天妇罗、海鳗天妇罗，600日元一串的烤扇贝，蟹天妇罗600元一串，炸章鱼800元一串，炸虾700日元一串。章鱼小丸子600元3个。点市场呢，它主要一条小巷子，但是这个店铺呢，它是有多家摊位聚合成的一个叫共享的一个空间啊。好多这个啤酒罐堆在一个椅子上，就是一个餐桌。天妇罗酱。裹在上面的这个面团还挺厚的，我感觉吃完这个就有点饱了。这海鳗的肉还挺嫩的。我在日本的店里面看到比较多的食物，大概就是天妇罗了。虾、蟹、鳗鱼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，都可以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，放到热油里炸。这看上去挺简单的，好像就是把东西给炸熟啊。其实怎么炸，而且呢还能保持食材本来的味道，这是一个很考验手艺的事情。面糊呢不能太厚，油温呢要合适，炸的时间不能太长。如果面糊太厚，吃到的只剩下一层面衣。如果火候不对，里面的虾、蟹或者鳗鱼也可能失去原本的口味。京都官方呢在介绍京料理的时候呢，就特别强调一点，使用当季的新鲜食材，而且尽量用简单的调味，
让食材保持自己的味道。这个在天妇罗上呢也有体现啊。来个抹茶冰淇淋。441元的一个。哎，可以的，我就怕它抹茶味太浓了。还不错，这甜度也适中。这生蚝好大的啊，700、1100日元一个，那就这个生吃生蚝了。现在快6点了，将迎来京都市最热闹的一个夜晚了。現在四条通りは北側を東行き。以上是本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请帮忙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